好，我们来设想一个所谓叫做计算一个平均值的问题哈。我们现在想象说，譬如说有在班上有几位学生哈，然后他分别得到考试的成绩哈，那我们希望来算他平均分数哈。我们这边设想一个比较特别一个设定，譬如我们说这些学生哈，在这个图这边看到的哈，它有分别的分数是1分、2分、3分、4分哈、9分、11分、12分哈。那这些分数是一共有总共7位学生他们的分数哈。那我们根据这个7位学生呢，好，我们来算他的平均分。那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哈，可是这里一个特别的设定是说哈，我们知道这些学生之间呢，他有一些朋友的关系哈。我说得到1分的学生跟得到2分的学生很熟，然后得到1分跟得到3分的，还得到1分跟得到4分的学生，好，都很熟哈。那这时候我们用他们彼此之间的 age 来代表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些学生之间的朋友关系好，把它建立起来好。所以我们用一个 graph 来代表哈，就是说跟一般来说算平均分设定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建立在 graph 上的哈。那当然建立在 graph 上哈，这边又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说哈，他们在7位学生当中呢，大致上哈分成2群哈，一群是1、2、3、4分的这些学生，另外一群是90、91、12的这些3位学生哈。你也可以想象说，好像是有一个学习比较好的一群学生，跟学习比较还可以再持续改善的这一群学生哈。那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哈，我们现在要来算这7位学生的平均值哈。有些时候呢，好比说老师要知道更多学生之间的表现，他除了知道平均值之外呢，他也希望知道说在不同的这些群体哈，他们分别的这些表现是如何啊？譬如说，我们想象说班上有一些学生，假设是修一门课哈，有些学生是来自大1的学生哈，有一些学生是来自大4哈。那大1的学生哈，可能他的经验上或者说background knowledge 上不如大4的学生哈，所以可能就是如这边的表现上来看哈，得到1、2、3、4分的可能是大1的学生，那9、11、12的可能是来自于大4的学生。那以老师的角度来说呢，他希望知道说，好，在不同的族群当中呢，那他是分别的表现是如何，然后老师可以来进一步的改善说他的教学方式，好，看怎么样子学生能够持续的改善好。那这边的命题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好，给一些学生的成绩，我们要算他的平均成绩。好，那我们要算他平均成绩，我们其实是希望知道的，不见得只是说他全部学生的平均成绩，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知道说他分别每一个群体的平均成绩，这样子怎么来计算呢？好，那这些平均成绩，我们要强调的是说，它是based on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亲疏关系，好，来做的得到的结果，好。那这样背后的含义也是来代表说，好，比如说班上有些同学他是因为这些互相之间的友谊形成一些study group 哈，那这些 study group 可不可以反映出来说他之后学习能够改善到什么状况哈？这个老师希望能够知道这个事情。好，我们设想2种状况哈，就是上面的状况就是我们说的这总共7位学生，我们要来算他的平均成绩哈，那结果他平均成绩是6哈。那这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 global 的这样子的 average 哈。那下面这个图呢哈，我算出来结果，左边那些图好，左边那些学生的平均成绩，我把它算出来是3分好，或者是4分哈。那右边3位学生呢，我把它算出来平均成绩是8分或者是10分哈。这样代表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哈，这些学生哈，他的平均表现哈，或者说根据他所在的这个群当中，他的平均成绩应该是如何？那这个平均成绩可以
譬如说以老师来evaluation 的角度来说，他可以来看出来说不同的群体当中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是左边群是大一的学生，右边的群是大四的学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看说，他得到的平均成绩，那可不可以给老师来做一些下一步要改善教学方法的一个建议？好，那简单的说呢，好，我们到目前为止希望解决问题是说，我可不可以根据这几位学生的成绩，还有他的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然后呢找出来他们的平均成绩。那这个平均成绩，我希望能够调控到说，有一部分可能是希望能够得到整体的平均成绩，那另外一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得到个别的，也尊重个别亲疏关系或者所在群体的这个平均成绩。好，那我希望得到不同类型的结果，怎么来做呢？我们来接下来看看。好，我们再强调一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说是用数学比较严格的写下来的话，哈，那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给定了一连串的这些 vertices 啊，就是这些节点哈，然后再给出来每一个节点上它拥有的值，这是第二个哈。另外呢，再给出来说节点跟节点之间的代表他们的这些亲疏关系的 age 哈，就他们的 linkage 哈，那它代表可能是节点之间的它的这些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哈。然后呢，这是我的 given 的 input 哈。那我希望找的是能够代表这些节点的这些 average 哈。那当然这个 average 不见得是整体的这个平均值，也可能是尊重小群体的这些平均值。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怎么来做。那我们这边要强调要解决问题的一些特性哈，就是我们是在运作在这个 graph 上哈，所以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 graph 它就是这些节点，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些所谓的叫做格子点哈。那这个格子点呢，相当程度可以来代表说空间当中，也许是比如说是2维平面或者是3维的空间哈。那它是在格子点这边，希望说每一个格子点具有一些性质或具有一些数值，然后这些数值我们要做这些平均。好，那我们这边是放宽在一个更general 的一些 setting， 就是说只要是这些节点哈，它有彼此之间 pairwise 的关系好就可以，它不见得一定要在格子点上哈。那一般我们来探讨这一些 graph 上哈，它有一些性质或有一些数值，然后我们要做某种程度的平均值也好，或一些整体一些其他的性质哈。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运作图把它叫做Markov random field 哈。那 Markov random field 其实它可能会具有一些随机的性质，然后同时呢 Markov property 那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Markov chain 一样哈，就是说这些不同节点之间性质，它可能是会被它的 neighborhood 所互相影响哈。那至于说再远一点的这些 neighbor 不是直接的影响，那它的影响力就会比较弱一点哈。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要强调，就是说在这些节点上哈，有些时候哈，我们并不见得具有完整的资料哈，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 missing value 哈。那这时候好，就好像我们说同学的这些平均成绩，有些同学好，譬如说他期中考没来考，那期末考我们希望给他一些他学习状况的一些估计，或者说怎么样子来让老师知道这个不同群体他的学习状况好 even 有一些 missing value 好，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同学不同群体好，或者说整体这些学习状况哈，这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知道的。好，那我们这边来给一个说明哈，我们这边有一连串的这些节点哈，事实上它是形成一个链结哈，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Markov chain 这样子的概念哈。那这边这些不同的节点呢哈，那我们又知道说哈，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线性结构哈，这个线性结构当然是一个相当简单的一个 graph 的形式，那它当然也可以在一维的这样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看到这些节点的这些现象哈。那在这个链接graph 上哈，我们这时候
得到了2个input， 那在最左边的 node 它得到了1分，最右边的那个 node 得到的6分哈。那这是我们仅有的这些 information 哈。那这时候我要能够算出，它这些6个节点它的平均分是多少呢？哈，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有几个要考量的点哈。第一个是说哈，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给的这些 input 哈，比如说以学生的成绩来讲哈，虽然说比如说考完试我们得到他的这些考试成绩，可是呢，他可能这次考试可能是有些学生肚子痛，或者有些学生迟到晚来了哈，他表现的成绩不是他真正的这些 performance 哈，那这时候我们说他 input 它有某种程度的 noise， 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一些校正哈？那另外一个考量是说哈，这些不同学生之间哈，它的成绩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性哈。那我们在做平均值的计算的时候，怎么样来互相参考？来说，在这一个小的这个族群当中呢，它来算它的平均成绩。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 graph 的这个结构里面，我们要讲的是说，好，互相为朋友的两者，它的 performance， 它这个 information 可不可以的做交换？那个交换的过程，就好像说我今天2个学生，一个学生是得到1分，那另外一个学生是得到3分，那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的成绩给对方，然后收集到了自己的成绩跟对方成绩之后呢，那我2位学生我都可以知道说这2位学生的平均成绩是2分哈，这叫做我们在 graph 上我们就会说他们交换了某个讯息哈，就是说 message 的 passing 哈。那这个交换讯息之后呢，可以得到说属于他们2个的平均成绩哈。那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些讯息的交换？这是我们接下来可以探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考量的是说哈，我们这边画的其实是一个这一个 train graph 啊。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 train graph 上，我们可以来求解哈，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 continuous domain 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哈。那它分别会代表一些不同的解法，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在哈。谢谢各位。